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的消息可谓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让人看了直喘气。今天在野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些热点话题，咱们一起来看看这盘棋到底怎么下。先说说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，最新数据简直让人瞠目结舌。今年上半年，除了上海，其他省市的财政收支全都是入不敷出。有23个省份的财政赤字超过1000亿元，15个省份超过2000亿元，4个省份甚至突破3000亿元大关。四川以4130亿元的天文数字独占鳌头，河南、湖南和河北紧随其后。这些数字，说实话，看得人直哆嗦。数字背后是多少地方政府在苦苦支撑？那么，地方政府是怎么填补这些窟窿的呢？手段可谓是五花八门，让人直呼太有创意了。有些地方开始了所谓的砸锅卖铁行动，就是变卖国有资产。重庆璧山、内蒙古卓资、青海德令哈等地都成立了砸锅卖铁工作专班。听着是不是有点滑稽？但背后的无奈，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。现在谁有钱接盘啊？民营企业都自顾不暇了，哪还有余钱买这些资产？更让人心惊的是，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筹钱，居然开始对民企下黑手了。前段时间，网上疯传一段录音，山东省成武县一个市场监管人员威胁当地一家医疗科技公司，说什么扶持一个企业我真没那本事，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。这话听着是不是让人不寒而栗？这哪里是在服务企业，分明是在敲诈企业嘛！再来看看就业情况，8月份的数据出来了，16到24岁的城镇失业率高达 18.8%， 创下今年新高。虽说官方数据向来有美化的嫌疑，但即便按这个数字，也够让人触目惊心的了。近1/5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无数家庭的希望可能正在破灭，意味着社会的未来正面临巨大挑战。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提一下房地产税的问题。原中国国家房改课题组长孟小苏提出了个见房就征、见证就退的想法。简单说就是，所有城镇房屋都得交税，但夫妻可以退2套房的税，赡养老人的可以多退几套。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？感觉像是变相鼓励人结婚生子啊！但问题是，在现在这种经济形势下，谁还敢贸然买房结婚？这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吗？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，更是个社会问题。想想看，多少人的积蓄都压在房子上，如果房价大跌，那将是多少家庭的噩梦。而且，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，如果这个支柱倒了，整个经济大厦还能稳得住吗？再说说外资吧，最近几个华尔街大佬对中国经济的评论，简直就像是给中国经济判了死刑。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里奥说，他会继续投资中国，但正在缩减投资比例。这话听着客气，但实际上就是在说我对中国经济没信心了。更狠的是摩根大通 CEO 戴蒙，他直言不讳地说，地缘政治问题，包括美国与中国的关系，是他最关心的。这让他工作以来遇到的所有问题都相形见绌。听听这话说的是不是让人心里发毛？这可是华尔街顶级大佬啊，他的一句话可能就决定了数以亿计的投资去向。还有个更吓人的说法，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提到，世界正在面对第3波中国冲击，中国经济突然减速。文章警告说，这不仅会给经济带来直接冲击，还可能让中国在一些事情上铤而走险。文章最后提醒大家，面对这波冲击带来的颠簸，中国内部或外部的人都得系好安全带。这话听着是不是让人不寒而栗？说到系好安全带，最近发生的几件事确实让人心惊肉跳。
918在深圳遇袭的日本男孩不幸去世，网上竟然还有人幸灾乐祸。湖南省财政厅厅长据称被包工头绑架坠楼身亡。陕西咸阳还传出副市长一家11口遇害的消息。这一连串事件是不是让人感觉社会矛盾在逐渐加剧？是不是让人觉得这个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安全？再看看国际上的反应。今年5月以来，多个国家停飞了中国航班。这背后反映的恐怕不仅仅是简单的航空问题吧？是不是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正在动摇？再来看看中国的科技创新。表面上看，中国在人工智能、5G 等领域似乎走在了世界前列。但是，真实情况真的如此乐观吗？一位顶尖计算机专家最近的评论让人大跌眼镜。他说，中国在 AI 领域与美国的差距其实比想象中要大得多。这话可不是在野我说的，是中国自己的专家说的呀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位专家还指出，在中国，你越是处在社会底层，越是收入少、教育水平低，就越容易相信中国科技已经遥遥领先。这是不是很讽刺？那些整天喊着厉害了我的国的人，可能恰恰是最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人。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提一下中国的教育问题。最近的调查显示，中国的中小学老师和学生群体在看待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问题上，竟然是最保守的群体之一。这是不是说明中国的教育正在走向封闭？是不是说明下一代正在被培养成井底之蛙？再来看看中国的创新环境。达里奥提到，邓小平时代的致富光荣思想正在消失，人们对创业环境的恶化和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，成为创业的绊脚石。这是不是说明中国正在失去那个让它在过去40年高速发展的动力？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，中国的人口危机。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国的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未来的劳动力会减少，意味着养老金体系可能会崩溃，意味着中国可能会在变富之前先变老。这个问题恐怕比经济下滑更可怕。说了这么多，再也我不是要吓唬大家，但现实确实有点严峻。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。地方政府财政吃紧，就业形势严峻，房地产市场低迷，外资信心不足，创新动力不足，人口危机迫在眉睫，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难解的死结。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说实话，再也我也不敢妄下定论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我们每个人都得做好心理准备，未来可能会比现在更艰难。最后不得不说，眼下的形势确实让人心里发凉。14亿人口本该是我们的优势，但在当前的经济困境下，却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。团结一心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现实是，社会矛盾正在加剧，贫富差距在扩大，人们的信任感在降低。我们确实需要正视问题，但问题是，谁来正视，谁来解决？当权者似乎更热衷于粉饰太平，普通民众又无力改变现状。这种情况下，所谓的认清现实，可能只会带来更多的无力感和绝望。这次的经济寒冬，与其说是转折点，不如说是一个警示。它提醒我们，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，但新的出路在哪里，没人知道。重新思考，重新定义，重新审视，这些都很好，但在眼下的困境中，大多数人恐怕连温饱都难以保证，哪还有心思去思考这些宏大命题？变革的过程从来就不是什么阵痛，而是真真切切的苦难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每一次社会大变革，受苦的总是底层民众。这一次恐怕也不会例外。我们能指望浴火重生吗？恐怕很难说。所以，各位中国的朋友们，与其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重生，
不如脚踏实地的为自己和家人做好准备。多存钱，多学技能，多结识可靠的朋友。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，能依靠的可能真的只有我们自己了。今天的话题可能有点沉重，但这就是现实。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，未雨绸缪。记住，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风暴中，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。至于其他的，也许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祝大家平安。